分享是爱，爱是分享。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五哥分享。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鲁西法施救骑士，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吧，很不容易出货了。话不多说，直接拆箱。这次的包装呢，它整个是一个红色的礼盒，加上烫金的 logo， 背面是一些警告注意事项。不知不觉已经是鲁西法第6章，帝国之矛，主宰天空的霸主，人类最强军团，皇家施救军团。这是第1盒，然后这是第2盒。接下来呢，咱们把它取出来给大家看一眼。好，这些配件全都取出来了。这个施救骑士啊，没有施救，感觉就缺少了那个味道。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人偶吧。我拆箱之后呢，给我的感觉就是它的这个甲呀，整个的电镀工艺还是挺不错的，尤其是它这个胸罩啊，不是胸甲，这2片呢都是金属的材质。你从里面摸的话，就是冰冰凉的感觉，整个是一个战损的效果。金属的抛光工艺呢，还是非常不错的。亮晶晶的感觉。另外一对战损的肩甲，然后也做了电镀的效果。上方有一个红宝石的独立分件，一对握持手箱，另外2只是不规则的手箱，手心里面的造型。这2个小配件呢是金属的材质，放在旗帜的上方和下方，同样也做了电镀抛光的处理。上方有红色宝石的刻画，一把西洋剑，上方有一个金属链，小卡扣也是金属的材质，手持握把处有符文的刻画，里面也都是电镀的金属效果。鲁西法的旗帜，整个旗杆是金属的材质，鲁西法旗帜图案的效果。好，接下来呢，给大家看鲁西法的主体。咱们先把头雕打开，头盔面罩部分呢，它也有一个红色的宝石独立分件，施救骑士的头雕。这颗头雕的样式呢，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是谁。如果知道的兄弟们，打在弹幕上，给你们3秒钟的时间，3、1，好，对，没错。就是梅梅，她的鼻子做的还是挺高的。如果满分10分的话，大家能给她打多少分呢？首先，我用旗帜的配件给大家敲一敲，听一听哪个位置它都是合金的啊。盔甲部分整体你看到的这个银色的漆面呢，90%都是合金电镀的工艺。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肩甲部分，给大家看一眼啊，肩甲部分它里面有一个磁吸附的机构，然后你往上掰的时候，它也是合着的，这个吸力还是非常紧的。然后给大家看一看它的可动性，往上、往前，看看能不能往上举。OK， 上举也是没问题的。你可以看到这个吸力啊，还是非常的紧的。曲肘的幅度，后面是一个施救的斗篷，这个斗篷呢非常的厚实，烫绒的效果，2层，外面是绸料的，然后后面有一个施救的图案。斗篷4周都是有铁丝可以凹造型的。正好咱们看一看它后面什么样啊？把它打开，里面是绑定的植绒的上衣，两边是裙甲，然后这侧还有一个绑绳，后面是燕尾服的效果，整体是可以有铁丝凹造型的，下方也是有铁丝可以凹造型的。哎，这样也都是可以的。这个部分呢也有一个施救的图案，大腿有黑丝的效果，膝盖甲的部分也都是合金的材质。这个植绒的靴子呢，我感觉做的还是非常的精致的。鞋的下方也有一个抛光的处理，脚背上方也有一个配件的展示。这种高跟鞋呢，我就很担心这个站立，咱们看一看这个高跟鞋站立啊。OK， 这个高跟鞋站立还是没问题的。前方的带子也是有铁丝可以凹造型的，里面有真实的皮带。这个电镀的工艺呢，也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反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亮亮的这种感觉。唯一一点呢，就是指纹收集器。这个披肩呢，它是有弹力绑带，给它放在腋下捆绑的这个位置，然后可以把它脱下来的。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我对这款施救骑士的看法。这款鲁西法施救骑士伊莎贝尔的盔甲其实是跟最早的官图盔甲质感相比有很大的修改，实物拿到手里，我觉得这种合金电镀的工艺是要比之前更加的漂亮，这一点我是没有想到的。头雕部分的喜好程度呢因人而异。值得一提的是啊，我发现如果把头盔上下颠倒着戴的话，你会得到不一样的效果。反戴之后，我觉得更像黄金圣斗士里的女版狮子座艾欧利亚，大腿穿着诱人的黑色丝袜，身穿亮面的盔甲，依然遮挡不住这
风韵的身材。如果从远处看的话，人偶整体的效果还是可圈可点的。动手能力强、喜欢摆造型的玩家，可以凭借自己的喜好多加的尝试。对了，在手型安装西洋剑的时候，大家记得一定要小心一些。胸甲的位置是可以替换成战损的胸甲，当然你也可以不用穿任何的胸甲，更凸显女性的魅力。这款合金电镀的女性盔甲，其实在市面上很少能看到，所以对这样的盔甲放在众多的1:6妹子当中还是比较抢眼的。人偶1100左右的预定价格，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但是这期视频，其实我觉得最遗憾的，可能就是没有骑士与施救的联动了。施救的货量非常的少，没有给大家展示出真正的施救骑士，实在是抱歉。话说回来呀，不知不觉鲁西法的第6弹都已经出货了，那么第7弹还会远吗？我不得而知。希望鲁西法之后能给广大的玩家带来更多的惊喜吧。好，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分享是爱，爱是分享，我是5个分享，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啊！对了，记得关注、点赞、分享给你身边的小伙伴。